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红色按钮订阅我的频道。那今天呢，就像我上一期节目的 Garden Tour 跟大家说的啊，我这期节目呢要做一个关于黄瓜的修剪。我现在菜地里呢，还有包括花盆里种了大概有4种这个黄瓜。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一个实例的这么一个修剪。好吧，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首先呢，我们找一把锋利的剪刀啊，然后给它消个毒，这是70%的酒精。好了，这些靠篱笆上面的这些都是黄瓜，这是不同品种的，那个是柠檬黄瓜，开了很多花，很多侧枝。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应该是长黄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瓜的搭架。之前呢，我在做西红柿搭架的时候呢，跟大家也提过，这个黄瓜的搭架呢，咱们就用这个麻绳。这个麻绳呢是去年的麻绳，今年接着用，它好像稍微有一点那个掉这个丝儿，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它是天然的麻绳。如果您是用塑料绳子的话呢，1年之后这个塑料绳子就会灰飞烟灭了，就会掉的那个塑料渣到处都是。所以如果用塑料绳子的话呢，最好每年在冬天之前把它收拾干净，给它换掉。那这个麻绳呢，看这个第2年使用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怎么搭呢？首先您这个篱笆上面要给它固定了，固定了之后呢，像我这一棵呢，它这下面就没有固定，没有固定也没关系，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主蔓节瓜的嘛，所以就一根绳子上去了，就这样它一边长到这儿之后，哎，我给它稍微缠一下，它就顺着绳子向上爬了。所以这底下我没有固定也没关系。或者呢，如果您觉得还感觉是歪歪扭扭的，那您可以固定一下，就像这边这个呢，用一个 U 型的这个铁丝，然后把这个绳子呢绑在这个铁丝上面，然后给它插在这儿，然后这根绳子就固定在地上了。然后上面呢也是它一边长一边缠往上长。或者呢，您也可以用我上次跟您介绍那个西红柿夹子，叫 Tomato Clips， 用那个也可以啊。但是它这个黄瓜跟西红柿的差别就是这黄瓜它这个触须是非常有力的，它是可以完全卷在这个绳子上面的，或者旁边有绳子的话，它可以卷在旁边的绳子上。西红柿不能，西红柿呢就得是靠它自己那个叶片呢或者侧枝呢搭在那个西红柿的夹子上面。所以这个就是黄瓜的搭架，非常简单啊，因为它整体呢都是比较轻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几颗柠檬黄瓜。这一颗呢，可以看到它几乎每一节都有这个侧枝。你看这个接柠檬黄瓜的这个是第2节，第2节上面这个接了，然后它第1节上面，第1节它也是有侧枝的，上面的这个母黄瓜呢没有授粉成功，所以我第1节我就把这个给掰掉。这个雄花也给它去掉，因为它已经有几天时间了，它已经不能再授粉了。像这个黄的呢，这个之前是一个干枯的叶片，我已经把它剪掉了。像这种小叶片呢，我暂时先留着它，因为我整体植株呢它只有1米多，还需要一些叶片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呢底下的这个只要它不是挨着地又没有黄，我这个叶片暂时先留着。那这第2个侧枝上面这个正在长大，估计再有2天就可以采收的这个柠檬黄瓜呢，我是留着的，等它这个采收了之后，我再把这个第2节的这个侧枝整个剪掉。然后这是第3节的，第3节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雄花，这个侧枝呢我也把它去掉。我基本上是柠檬黄瓜，因为它上面侧枝也很多嘛，为了让它上面也萌发出更多的侧枝呢，所以我把它第1、2、3这些侧枝都会去掉，除非它已经结瓜了，那这个我会把它去掉。然后呢，你再往上面看，上面看这个侧枝，这个侧枝上面已经有2个，这个是雌花，
我暂时先留着它。然后再往上面看，比如像这个雄花，呢，它已经边儿开始发卷了，而且里面看今天下雨了，里面都泡水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雄花也剪掉，因为它已经不能授粉了。然后上面没有抓住绳子的这个卷须，再给它剪掉，因为这个卷须也是抢营养的。但这个柠檬黄瓜过两天就可以收了，它有的时候这一节上可以接2个，上面呢我暂时就先留着，因为整体不高嘛，所以我需要一些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等到它再往上长的时候呢，你就逐渐的从底部往上一层层往上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颗呢，它的第一个节点上面这个侧枝已经挺长的了，上面也没有瓜，还开了花了，是吧？所以我把这个整个这个侧枝都给它剪掉。然后看这第2个节点呢，这个地方，这个侧枝也把它剪掉，就是前3个节点1、2、3，前3个节点上面的侧枝，只要没有果实，都把它剪掉。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些呢是中式的长黄瓜，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Chinese Long Cucumber。但是呢，如果咱们单从名字上来判断呢，是不能知道它的这个怎么修剪的，因为这个黄瓜的品种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得根据它这个长势的情况，看它怎么长，然后我们决定怎么修剪。像我这个呢，就是一根主蔓上去的，主蔓接的这个长黄瓜，它的侧枝呢几乎就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也只是一点点，就不用去管它。它的修剪呢，也就非常简单了。看它下面这个已经干枯的这个叶片，我是已经把它剪掉了。这个干枯的叶片贴着地的，然后下面这个接的小黄瓜，很明显它是授粉没成功的，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它上面的这个黄瓜呢，已经正在长大，所以呢，这个就没有用了，就把它剪掉。它底部的叶片呢，现在没有贴着地的，那这个叶片呢，暂时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暂时留着它，因为我整个植株呢不是很高，我需要这些叶片来进行光合作用。那么这2个黄瓜呢，过2天就可以收了。然后呢，把这个卷须没有用的卷须给它剪掉，这样就差不多了。这一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颗，这同样也是底部的这个干枯的叶片我已经剪掉了，然后这个黄瓜，因为它之前呢，它长到这儿的时候呢，被这个叶片呢挡了一下，所以它有点弯，但是也没关系，我们自己吃的嘛。比如这个就看起来更明显了，这个是被这个叶片轻轻的挡了一下，它就已经弯了。那这个黄瓜弯瓜呢，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它缺营养了，缺营养元素，或者是呢它是有病虫害了，还有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受到了遮挡，受到了这个被叶片挡了一下，所以长弯了。那像我这种情况呢，因为我这个黄瓜植株呢还是属于青少年期，土呢是底肥是很充足的，所以缺营养和这个病虫害这个可能性就非常小，这就是因为被这个叶片挡住了。所以如果是拿去卖的话，卖相上可能不好看，但是我们自己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我这个是从第1、2、3、4，从第4节，这是第5节吧，从第5节开始接的黄瓜。这儿我把这个卷须也剪掉。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水果黄瓜。这个下面呢，我之前已经采收过2个小黄瓜了，因为那个小黄瓜长大了，如果不及时采收的话呢，它这个营养呢就上不去，因为上面的很多都已经授粉成功了，都正在长大，所以我必须把下面已经长得差不多的黄瓜给采收了才行。然后采收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些小侧枝呢，
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把它剪掉了。还有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它也是不瓣节瓜的，几乎是没有侧瓣的。有的话呢，就也是一点点长不长的，所以呢就把它剪掉。然后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黄瓜正在长大，然后上面呢还有正在长大的。那它下面的这个黄瓜，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头已经发黄了，因为它的营养呢就顺着这个主干呢到上面去了，所以呢这个黄瓜呢估计是长不好了。这个黄瓜，而且它头也发黄了嘛，所以我把这个黄瓜也剪掉。然后同样呢，把这些没有用的卷须给剪掉。好了，这样就差不多了。看到这一颗，下面这个也是可以采收的，这个也快了。那下面这个干枯的叶片呢，我已经剪掉了，这也是干枯的叶片。那这个小侧枝没有用了，给它剪掉。它大概是从第5节开始结的小黄瓜。现在呢看到的这一颗，它也叫日本小青瓜，那它呢是 bush 型的 ，bush bush， 就是从名字上看呢，就是分支非常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每一节都有一个比较长的分支。现在的修剪啊，我还从来没有修剪过了。看第一节这个黄色，这个发黄的叶片已经没有用了，我把它剪掉。然后这第2节这个地方，这个黄瓜正在长大，然后上面呢，这个侧枝你看都已经长这么长了，这个侧枝就没有用了，我把它剪掉。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第3节。这个第3节的这个侧枝也长得挺长的了，这上面也给它剪掉。现在呢，这一节上有个黄瓜，这儿有一个黄瓜，然后再往上面呢，这一节这个侧枝上面也有小黄瓜，但是这个呢，我先暂时留着它，因为我整体这个植株呢，叶片还不是很多，不是很高，随着它的生长呢，我再看情况是否把这个剪掉。然后看到上面可以结了很多的这个黄瓜了已经。刚才呢就跟您大概介绍一下我家黄瓜的这个修剪的思路，因为这个黄瓜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黄瓜呢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所以呢这个黄瓜的修剪呢，咱们要根据它这个长势，还有您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有您种植的位置，阳光多还是少来决定是怎么修剪。但基本思路呢，就是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子，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黄瓜修剪的公式。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